承欢记麦承欢为什么会在妈妈重病出走后狠心说出这句话？我们都好好做自己，听起来帅爆了。但母亲不只是一个标签，那是成为母亲的路上无数件实实在在的小事，一日三餐，数十年如一日的叮咛，还有不曾说出口的牵挂啊。终于在这个是周末又不是周末的周末，看完了剧版《承欢记》，有点恋恋不舍，有点意犹未尽，挂着一丝温暖的嘴角上扬。很喜欢《承欢记》大结局，与其说它是给每个人一个定格的人生交代，不如说那更像是时间的照相机在某时某刻按下的一声咔嚓键，像生活缓缓流过的一缕风，舒服着悠闲着妖娆着，也可能在下一秒变成狂风骤雨般的灾难。它的结局就好像我们每天睡前关上灯，闭上眼，明天之前无限遐想，又不知道下一个天亮之前是阴是晴。但这一秒如果是暖的就很好。当妈妈生病消息突然落下时，很感触，生活真是十死九伤，九死一生，风波迭起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打的数游戏，忙不迭的好不容易按下去一个又冒出来一个。承欢这一段时间吧，经历了工作上的跌跌撞撞，机会来了又被人陷害，本来的升职变成了发配，又天降奇缘的陡然成了兴安里老板，和辛嘉亮走散，又邂逅姚志明，打打闹闹，哭哭笑笑，在电光火石擦出火花之际，奶奶又突然离世，好不容易平息了张总这个想并购兴安里不断捣乱的外敌，又从姚志明父亲出现又离开的骤然中修复过来，没等喘息，过几天安生日子，妈妈又病了。从前会觉得电视剧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要不断制造风波矛盾来吸引观众，甚至还向往过那种大起大合上山下海的波澜壮阔。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，年轻的时候总是恨不得石破天惊，轰轰烈烈。当有了一定年纪之后，才明白不变、安稳、平静是多么难得也难求。真实的生活只会变招法的上演魑魅魍魉，层峦叠嶂般的扑面而来。不只是麦承欢，在承欢的主要矛盾之外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渡劫。小枣要面对自己的胆怯、不自信，还有事业的波澜。从暗恋毛毛到大胆告白，从躲在家人身后当个小透明到主动挡在毛毛身前，去为他争取儿子的抚养权。从律所关系户到外卖小哥，再到重新回归律师行业。姚志明虽然有了事业上一往无前，可童年阴影始终挥之不去。唯一的亲人奶奶撒手人寰，好不容易得到和父亲和解的机会，结果一场意外天人永隔，再无回头路。毛毛离婚重新开始，好不容易创业小有成绩，又不断面临前夫的骚扰，不管是创作上还是孩子抚养权上的，一个头两个大。每个人都背着前路的伤，每个人都有外套也有底裤。我喜欢大结局将近的时候，夹杂在承欢妈妈生病这条主线之外，还对每个人的旁支有所交代和关照。比如毛毛要留在上海照顾孩子，继续生活；比如小枣在老家找到妈妈，陪伴妈妈的同时，因为工作原因，在开庭前选择暂时离开，奔赴工作。比如姚志明和承欢一边陪伴妈妈，一边认真为新酒店进行选址。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面体，也承担着多面角色，不只要为家庭，也搅拌在社会里。后来的我们会明白，不管怎么样，生活会继续下去，只能继续下去，要有人继续下去。于人于事，都要留有空间和余地。当我们看待其他人、其他事的时候，也要避免绝对的对与错，要明白选择背后都有各自的逻辑，无奈和前因后果，不必太过苛责别人，也不必太过放不过自己。毕竟努力的背后还有运气，毕竟坚持的背后也有命运，没人逃得过。当然，最喜欢结局的部分是承欢妈妈终于做回了刘婉玉女士。
当他在家乡已经败坏了的戏台子上再次唱起儿时的梦想，那一刻仿佛有束光打过来，那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之光。麦承欢静静坐在台下，当着观众看着台上的刘婉玉女士和从前妈妈的身影形成了一种交错，台上和台下，眼前和身后，这无声的交互式对话，那一刻是母女俩一次深层次的和解和懂的。她让一个女儿看到了另一个女儿，一个女孩看到了另一个女孩。后来妈妈说，从你的生命中退出，是我必须要学会的事情，必须要修的功课。很多人说妈妈真的进步了，真的改变了，真的成长了。其实我们也应该想到的是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当她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位母亲，也曾这样跌跌撞撞地改变着，成长着，学着做一个什么都撑得起来的大人。从此以后，一个小女孩要为另一个小女男孩撑伞，撑着撑着撑大了自己。我们也要知道，走进一个人的生命，虽然是一种主动选择，但那仍然是很难学、很难修。但妈妈学的、修的已然很好的事情和功课。现在她一把年纪，还愿意继续陪着我们一起进步、一起成长，是一件更难得的事情。我们应该给他们多一点时间才对啊！他们要把那些曾经学着走进我们生命的难，默默消化，再去承受从我们生命中退出的难。如承欢所说的，我们可以是亲密无间的母女，但也是彼此独立的个体。所以妈妈，我希望你可以撕掉母亲这个标签，做回真正的自己。我们都好好做自己，听起来帅爆了。但母亲不只是一个标签，那是成为母亲的路上无数件实实在在的小事，一日三餐，数十年如一日的叮咛，还有不曾说出口的牵挂啊！我喜欢麦承欢的一句话：家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爱是我们驻足的原因。